thick and thin, enough to know that I would rather not go through life without you. And in the end, I'm just glad we're friends. And in the end, I'm just glad we're friends. 大家好，我是张大哥。今天我们要来做的这颗宾士 M110引擎，也就是1985年之前的6缸280 SEL 或280的R107 用的 M110引擎的6缸分油盘的故障检测。这颗分油盘跟一般我们所看到的M110的引擎不太一样。M110的引擎呢，它是阿鲁米色的。目前我们看到的这颗是一般我们台湾常见的M110，也就是280。2800cc 的引擎，它的分油盘大概基本上都是长这个样子。那它是阿鲁米的哈，那它的接头这个地方，跟我们目前要检测的这个接头不太一样。那它本身是铸铁的，其他整个结构是长得是完全一样的。我现在把这一颗拿到这里来，我们就可以做个很大的比较。来我现在把它拿到这里来，我们就可以来做个很明显的比较这一颗是我们台湾常见的 M110的引擎，它几乎是整个上下都是阿鲁米铸造的。这个呢，这颗我们要检测的这颗，它是铸铁的上座阿鲁米的下座是一模一样的。好，大哥现在打开电源，打开电源之后呢，我们来看这个是加热阀这加热阀的最主要是在作为冷车加浓跟调节它的系统供油的这一个最主要的元件那大哥已经把它接上去了我现在是没有插电，但是呢，我们来看，我们看到这个油压表它竟然没有油压，也就是说，加热阀它主要作为泄油产生压力差来改变我们的系统供油量。那它没有压力差，那没有压力差的时候，不是没有压力差，它没有油压过来，也就是说没有泄油，所以它的油压，它的出油量是永远在最高点。那这个会产生一个整体的出油量过多。等一下大哥做1分钟的全油门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它出油量会到190。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大哥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关闭定时器。好，关闭电源。我们看到它每一缸的出油量都在190以上这整个的出油量都已经超过我们所要求的170。所以说这部车子的油路是肯定是不正常的。大哥已经把这部 W123-280CE 的分油盘把它拆开。检查之后的结果它的膜片是有分成这3个部分
2个橡胶膜片跟1个不锈钢金属的膜片。那这两个橡胶的膜片呢，大哥检查的结果呢，已经破损了。来，我们来看好这一片第一片这一片膜片，这片膜片我们看到破损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有个小缝破损的，这个是它透油孔的洞，这个不算就是这个部分。那还有这个地方都已经破损了，我们这样看得很清楚，破损了，这地方也破掉了。破的，因为30几年的老车，这种情况偶尔还是会发生的。你想说，我们这个膜片在汽油环境里面浸在里头，浸了35、6年，你要让它完整，我看几乎也很困难了。我们看到这里也破掉了，这里也破掉了，这一片破得相当严重，这不得不更换。才会造成我们的那个加热阀，我们看到这都破掉的痕迹，这片是非更换不可。因为，然后再来，我们还要看还有这一组，这一组破的就比较不严重，但是也是必须更换。我们看到这里裂缝裂这么大，那其他的部分都还好，但是因为破这个洞就麻烦了，就必须更换了。那其他的部分我想看下来都还好。我们利用这个机会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其他车款的膜片这个就是德定的膜片，全新的德定膜片非常漂亮的，完全是没有这4缸的，我们看有四个洞的4缸，1、2、3、4缸的，这是6缸的全新的膜片。这6缸的全新膜片，这个是8缸的就 V8 的膜片，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德定的，来看一下。这个头痛了，大哥真的头痛了这是我们要德定的东西。那这个呢，这个是 V8 的膜片，我们看到相当新，相当平整这是 V8 的，这个是6缸的 M103 的引擎，这 M103 的引擎的膜片，这膜片看起来就相当漂亮，全新的，根本都还没使用。这个是 M102，M102 的引擎是4缸的，2301、210、1800、1.8的都是用这个，这个就是MB03 的话就是3000cc 的126的300 SEL 或是124的300 CE 2.6 CE 都用这一片。那这片 V8 的就是 M117，M117 的话就560，还有380、350、450的 M117是用这个。等了半天，我们全新的膜片终于来了。我们来看到这个是有破损的旧的膜片这个呢就是全新的，我们看到它表面非常的光滑，非常的漂亮，这是新的膜片。那因为它这组分油盘比较特殊，它这组分油盘我们国内几乎没有看过，所以说它给大哥也造成了一些困扰。然后另外一片这是旧的膜片，新的呢来的部分是在这样非常的漂亮，很光滑的。大哥呢接着就要开始进行这整个的分油盘的清洗整修。那整修之后再做测试到时候再向各位来报告。这部日规的W123 280 CE 的6缸分油盘，经过大哥更换膜片以及整修过之后呢，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流量测试。这颗编号是
697559。哦，经过更换膜片以后，还有经过整修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油压加热阀的压力已经出来了，费了好大的一番功夫，好不容易我们才把它这个很少见的这个日规的280 M110引擎用的分油盘，终于把它搞定了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完整的油量测试。好，大哥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打开电门。好，我们开始。原来这颗分油盘在整修之前，它第一个加热阀没有压力，也就是说加热阀这个油孔是堵住的。那1分钟的出油量都在190这已经超过我们的要求，也就是说它耗油量会太大加热阀因为它没有油压出现，所以说它也没有加热的功能，冷车加浓的功能。现在呢，大哥已经把这些问题全部都克服了，费了好大的一个功夫才得定了这个它的膜片终于我们可以让这部车重见天日了。好，时间到，关闭定时器，关闭电源。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170，第二缸180，第三缸165，第四缸170，第五缸185，第六缸180。我们要求的它的1分钟的全油门应该在170上下目前平均值都在170，厂方要求是15%的误差范围。我们从最高跟最低的误差算下来，应该在5%到8%之间。这成绩算相当优秀了。OK， 终于大哥已经把这颗日规的 M110引擎的280 W123 280C 的分油盘搞定了心情相当的愉悦。